什么？要将我许配给那个隐居寺庙的老男人？什么？要本王娶个豆丁大的小丫头当王妃？哼，这门婚事，本小姐可不同意。小姐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还是小皇帝亲赐的良缘，你逃婚不好吧？本小姐自幼睡觉都要抱着金元宝，放着大好的闲鱼日子不过，非要嫁给那个在战场上茹毛饮血后去桃花寺赎罪礼佛的摄政王。哼，他可比我大了整整7岁，听说还有一对私生子。老男人心眼多，小姑娘可玩不过，这婚一定得逃，还得逃得远远的。等风头一过，爹娘自然不会再逼我嫁给不爱的男人了。啷个里个啷，本小姐可有金蝉银山傍身，何苦委屈自己做后宅怨妇？哎喂，银票怎么飞走了？等等，这马车怎么奔着悬崖去了呀？完蛋了！哇，爹爹，我钓到大鱼了，好沉呀！哎，爹，快看，小雪苏钓到一个肥婆！唉，没救了。本王已经给他用千年人参吊着命，下足了猛药，他就昏迷不醒整整3日。他是唯一一个本王无法从阎王爷手上夺回性命的病人。到底是个姑娘家，就将她埋在有花的山头吧。大姐姐，这是我向佛祖求的平安符，希望你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别再变成胖头鱼被我钓上来了。虽然我认为世间女人都是黑心肝，但我也不想眼睁睁看你凉了。我会给你收3个铜板的主钱。好了，哭丧结束，太祖吧。下一位。等等，我觉得我还有救。啊，就这么水灵的醒了？为何我脑海一片空白，只记得自己的小名是苑苑了？你长得好帅啊！你该不会是我的相公？相公，他们2个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啊？都长这么大了呀？坏了，他失忆了。你是说你不是我相公，而是这桃花寺里的隐士神医？他们也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失忆了，是你们救了我。姑娘坠崖落水，昏迷3日了，既然醒来，那就该算算账。你每日所用皆是珍稀药材，耗费千年人参1支，100年雪莲3朵，身上所穿乃天蚕锦衣，此间禅房更是寺中接待贵客之精舍。初次惠顾，承会诊金1000两。可我身上1个铜板都没有了。但是看在你长得帅，不，是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以身相许。嘿，多个相公，顺便多2个可爱的小孩子。好呀好呀，大姐姐一定是和珅送给我的娘亲。想得美，我才不要一个肥婆当我娘亲。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？还好有个乖乖小棉袄。本王在下清心寡欲，一心向佛，对你一个小丫头可毫无兴趣。但如今怜惜幼子尚小，姑娘既身无长物，就留下来，给他们当个奶娘吧。奶娘？我虽然胖，但我自己还是个宝宝呢。哎呦我的个乖乖啊！别人救命之恩都是以身相许，怎么到我这儿就以身许娃，给人家当奶娘了呀？在下喜静，习惯孤家寡人带2娃，姑娘若难胜任，恕不留客。出门左拐便是尼姑庵。算鸟，不就是带娃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先用美食征服他们的胃。果然我这身材对吃就是有说服力，失忆又如何？菜刀在手，定制如归。哇，终于不是爹爹做的黑暗番茄炒酱油，我脚不腌鸡蛋啦！可恶的肥婆，用美食蛊惑人心，连向来厌食的爹爹居然都吃了一大碗饭。真香啊！
不错不错，掌握刨除就拥有了伙食权，从此我也吃上5菜1汤，过上神仙日子。既来之则安之。这几天我默默地观察这一家3口，神医大人厌世寡淡，小元宝残疾乖戾，小雪苏似乎是个自卑社恐。寻常孩子会对外来香客好奇，他却避如蛇蝎，只敢趴墙头偷瞄。小雪苏，不出去走走？奶娘，现在还没下雪，小雪苏不能出去见人的。为何不能见人？奶娘，我最喜欢冬天了，因为雪是白色的，大家头上都有雪，这样就没人发现小雪苏是异类了，我就能像个正常人了。傻丫头，你爹不也是一头白发，怎会是异类？不一样，爹爹那是隐疾，是后来才白的，我是天生的，是不行。从前出去，那些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我知道的，他们不喜欢小雪苏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小雪苏总躲着香客，真是小可怜啊。要是小雪苏的白发能变成黑的，该多好啊！小雪苏，你的心愿包在奶娘身上。奶娘，你捣鼓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做什么呀？这个叫豆尖，是能将我家小雪苏的白发染得乌黑油亮的细法。嘿嘿，技艺丢了不打紧，手艺还在就行。技多不压身呐，带娃是门大学问。啊，真的会有这么神奇吗？太好了，奶娘，你看，我变成黑头发了。哎呦，菩萨保佑！今儿啊，竟能见到粉雕玉琢的小囡囡，真讨人喜欢呐！这位小娘子，你家丫头养得真好，像画上的仙童似的，让人挪不开眼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家小雪苏，向来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。小雪苏，记住奶娘的话啊，这世上有人会口出恶言，就一定会有人心藏善语。无论你是雪媚娘还是豆沙包，在奶娘心里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小祥瑞。奶娘，小雪苏明白了，谢谢你。你这软乎乎的小包子，奶娘的心都被你牵化了。哼，装模作样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个死女人，我迟早要赶走她。爹，肯定是他给我下毒了，我肚子疼1天了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是坏人。啊，我吗？爹，你该不会不信我吧？哼，一个坏人和我这个儿子，你选谁？够了，小元宝，我谁都不选，我只信真相。你脉象平稳，气息顺畅，何来浮屠？我何时教过你这般诬陷他人？不是，哥哥坏，奶娘给我染头发，做好吃的，才不是坏人。是你们都向着这个坏人，你们都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才不要一个坏女人加入我的家。这个家明明有爹有我有妹妹就够了。小元宝为何对我这般苦大仇深呢？我也没偷这孩子的糖呀。抱歉，与你无关。他有过噩梦般的童年。其实小元宝与小雪苏并非我亲生。是这，主子，您真要上山礼佛，真不考虑传宗接代了？停下！牙婆子，这丫头如此奇异的白发，就是天生的狐姬呀！你给个好价钱呗。娘，你不能卖了小雪苏，你就算把我的腿打断，我也要保护妹妹。闭嘴，你这拖油瓶！再吵，我连你的手也打断。哥哥，娘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当狐姬，我求求你给哥哥找个大夫治腿吧。一定金元宝，本王满了。成交，丫头归你。错，是买你的命。只是那天起，这2个小冤家就缠上了我，一声声爹喊的情真意切，执意随我上山礼佛。
日子久了，终是应承下来，视若己出。小元宝本性不坏，但那毒妇手段酷烈，生生废了他一双腿。经此劫难，他对天下女子都避如射线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小元宝腿疾还有救，只是心结难除，难有进展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真没想到啊，咱们前高姑觉得神医大人竟然是死缠烂打就能追得到手的呀！荒谬！好啦好啦，这下我知道怎么制服这个嘴硬心软的小倔驴了。不好了，哥哥他不见了！天黑后，狼就会吃无家可归的小孩。哼，我去逮他。天好黑啊，要不回家？可是他们都不要我了呀！是谁家的小包子气鼓鼓的离家出走啊？我现在就像个酸菜包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怎么又是你这个肥婆？走开！切，我也不想跟小瘸子说话。我才不是小瘸子，你这么胖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不服？那打个赌，你双腿残废，我绑带腰圆，我们就赌一赌，谁先创造奇迹。哎，是你先站起来，还是我先瘦下来？赢家说了算，输家口服心服。敢不敢比啊，小瘸子？比就比，谁怕谁？肥婆，你等着认输吧。激将法真是个奇女子。往后1个月，我跟那小酸菜包子算是卯足了劲儿，分秒必争。我立志要瘦成一道闪电，亮瞎他的钛合金狗眼。他呢，立志要重新站起来，把我这死肥婆扫出门。燃烧我的卡路里，拜拜猪肘子，拜拜大盘鸡，为了小蛮腰，不达目的不放弃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天天拿天山雪莲泡脚，我还是个废柴。咸菜、馒头、白粥。对呀，奶娘要吃减肥餐，变仙女，我们当然要陪她同甘共苦，不能吃独食呀。小雪苏，你是我养的小棉袄，还是他养的？你把外套脱了。是吧，神医大人？我才刚减肥啊，你就觊觎我的天生丽质啦？果然，什么清心寡欲、一心向佛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罢了罢了，脱就脱，反正……爹爹怎么能辣手摧花？大姐姐会不会承受不住呀？那肥婆要入水桶的深吧？明明受委屈的是爹才对吧？轻点。神医大人，你这针灸也太要命了吧！约寒之气，非针灸难驱，忍一忍，有助你修身仙体。是我想歪了，感情人家对我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，这哪有少女不怀春呐？虽然神医大人看着有些年纪了，可是却美貌又多金又持家呀。老男人会疼人，女大三抱金砖，男大七抱五抱金山，还省了生娃之苦。哇塞！本王是疯了，为何心跳这般快？我站起来了，我居然真的做到了，我不再是残废了！老娘终于瘦成一道闪电啦！从今往后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历经2个月苦役，我与小元宝终于赶在新年的第1场瑞雪下创造奇迹。我从膀大腰圆的肥婆逆袭成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，她呢，也不再是双腿残废的小瘸子，而是重新站起来，扔了轮椅，拾起自己练武的梦想。奶娘，我输了。对不起，是元宝愚钝，到现在才明白您的良苦用心。若不是您见赌约还我心结，我此生或许还是个废人。这是我去寺庙求来的护身符，君若不弃，元宝甘拜为义母。哎呀，
这还是头回见小包子不是酸菜馅儿的呢。乖，我们都在彼此成全，成为了更好的人。你的礼物呢，我收下了，新年了，看奶娘给你们放个满天霞光。这个家似乎因他多了欢声笑语，多了烟火温度。神医大人，给，启禀摄政王，臣携东海教主贺岁拜年。末将献上玄铁宝剑。老臣特备千年身王。这女人是谁？摄政王铁树开花了。直至满朝文武协理来桃花寺给神医大人拜年，我才知晓他并非寻常医者，而是传闻中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楚北萧。原来我认识的从来不是他的全部。那一刻，我蓦然意识到自己与他的云泥之别，心中不禁酸涩。哟，好你个隐居养病的摄政王，全京城都道你在江南的桃花寺清修，谁知竟藏着位珠圆玉润的小娇娘啊！真是铁树不开花，一开花就要震惊朝野啊！慎言，本王与他清清白白。文武百官皆亲眼所见，你与他相拥雪中，共赏樱花。此刻再说无事，谁人肯信啊？那不过是意外。他名唤苑苑，不过是暂居寺中治病的患者，时已漂泊，无所依归。本王才容他留下，照料元宝与小雪素，全抵纸巾。本王不会留他一辈子，他终有一日会离开。相公，你不能赶我走，你忘了那晚了吗？相公，你不能赶我走，你忘了那晚了吗？我靠，吃到大瓜了！楚北萧，本世子虽是你挚友，也断不能见你辜负这般痴心的小娇娘。你们慢聊，我忽然想起府中还炖着汤。王爷，如今世人皆知我与你关系匪浅，你可不能赶我走啊！月月，你是在怕自己无家可归？其实你欠本王的枕巾早已还清了，若非有你，小雪素与小元宝或许还会浑浑噩噩。这是10锭金元宝，足够你日后安身立命，寻个好去处。不，我想留下，不是怕无处容身，而是我喜欢那2个小包子，更心悦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什么威风凛凛的摄政王，而是嘴硬心软的神医大人。我想一直陪着你。够了，本王此生绝不可能倾心于你，你不配当本王的王妃，因为……报，王爷，您的未婚妻奉旨前来劝您下山回京，与他完婚。摄政王，我家表姐没福气，还未嫁你，就先坠崖早亡了。陛下怜悯，也就命婉月替嫁，续此婚约。这就是小雪苏跟小元宝吧？虽模样怪异，但后娘定会将你们视如己出。哼，我们才不要你！既是圣意，便暂居东乡。那女子的眉眼，怎会有些像我那供于灵堂的表姐？不，江志苑可是个死肥婆。原来他早就有未婚妻，我与他当真没有半分可能，也永远入不了他的眼。哎呀呀，楚兄啊楚兄，本世子听说你后院着火了，一位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一位是金屋藏娇的小娘子。现在你做个决断吧，是全都要，还是2选1啊？陆明，你明知本王命不久矣，此生绝不能心悦任何女子。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资格抉择？所谓赐婚，不过是本王的好皇帝想亲眼接我回京游尽灯枯，才安心罢了。10岁时，我尚是大楚的7皇子，国事亲微，父王一纸诏书，便将我送入北陵为质。北陵的冷宫，在寒冬里连炭火都是奢求。那些贵族子弟笑我是北陵王圈养的狸奴，伤我残羹，只识取乐。可我终究不是狸奴，蛰伏奇才，终是截获北陵边关密信，助大楚不费一兵一卒，
大破敌阵，正得归国之路。然而归国时，父王已病入膏肓，他紧握我的手，将13地与这摇摇欲坠的江山一同托付于我。我倾尽心血，辅佐幼帝，肃清朝纲，平定四境。可待他羽翼丰满，第一道圣旨便是削我兵权，第二道则是命我迁居桃花寺庆阳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亲口告诉我，我那敬爱的父王唯恐我权势过大，威胁幼子，早已在我身上种下蛊毒，直至他成年时，我的蛊毒就会显现。若无他每年雨药，则痛楚钻心，直至经脉枯竭而亡。他们视我为盾为刃，唯独不曾视我为子为兄。这世间至亲皆要我死，如今连这场赐婚亦不过是他逼我回宫，画地为牢，亲眼验看我惨死的局。唉，你能依世人顾及，终是遇不了自己心上尘伤。这江山负你，至亲负你啊！本王这残躯何苦耽误月月一生？他即使有心，本王也不能眼看他余生无望，所以在本王与宋婉月退亲之前，也会借宋婉月断了他的心思。圆圆是个很好的姑娘。够了，本王此生绝不可能倾心你，你不配当本王的王妃，因为报王爷，您的未婚妻奉旨前来劝您下山回京，与他完婚。神医大人就要喜结良缘了，我的确不该继续留在这里，给他徒增烦忧。我也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了。奶娘，我们能不能跟你一起走？我偷爹爹的钱养你。爹爹若知道我们随你去了，定会亲自来接，到时候看谁敢让你离开。乖宝，奶娘没白疼你们，可奶娘不能带你们走，但奶娘答应你们，待桃树再开花时，一定会来看望我的2个小豹子。那我们能换你一身娘亲吗？是你让我们明白，娘亲的怀抱本该这么暖。当然可以。娘亲，千万保重，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啊！喂，真不去送？走了也好，愿她当做自由自在的飞鸟。这些金元宝应当够我在江南繁华的地段盘下一栋3层酒楼，安身立命。唉，虽然失去了爱情，但好在还有金山银山。听说摄政王向来一心向佛，不近女色，结果却因你这小妮子破例，任何牵动他心绪之人，都给本王妃统统消失！你找错人了，我不过是个带娃的厨娘，哪能入王爷的青眼？哼，宁杀错不放过。你可知我那肥婆表姐如何死的？为了替嫁，我设计害她坠崖，如今我要故技重施，将你亲手送入深渊！头好痛，好多记忆碎片。原来我就是江之月，是江南首富已故的嫡女。恭迎大小姐，江南36坊静候主令。传令，即日起截断所有送往宋家的漕运粮船，本小姐要他们跪着求我。你答应过，待桃花开花就回来看我们。世元宝没有，没能留住你。不过是个贱婢，死就死了，何须大费周章的举办葬礼？王爷节哀，你还有奴家呀。那只手，本王问你，那只手将他推入悬崖。王爷，你疯了！疯？
没有，王爷饶了我吧！不是这只，那就是这只。为什么？他明明只是个……因为你碰了本王最在意的人。圆圆，对不起，如果本王没有放你离开，你是不是就不会？别喝了，楚北萧，你知不知道你蛊毒已深入肺腑？再这般折腾，不用等你那白眼狼皇帝的药，你自己就先下去陪他了。怎么，真打算让本世子给你那两个哭成泪人的崽子当后爹啊？也好，总比跟着我这个将死之人。报，王爷，江家首富江家大小姐，您的未婚妻江志远，她回来了。江大小姐归来的第一件事，便以雷霆手段制裁宋家，断其漕运，收其产业。但她似乎尚不知，那宋婉月已伏诛于您手。江志远，他不是半年前就坠崖身亡了？这下热闹了，正派的未婚妻死而复生，他的替嫁表妹又凑巧亡故。喂，你这婚是认还是不认啊？认，这婚天王老子来了也得退。退马，本王要下山。听说是江家那位坠崖的肥婆大小姐回来了，眼下居然还敢举办回归宴。她呀，1年没见，怕是又把自己吃成200斤了。这下全江南的人都要看她的笑话。大小姐驾到！我的个乖乖，好美啊！江家全家都是胖子，哪来的美娇娘？我刚刚没有听错吧？大小姐，这天仙市的美人居然是肥婆江志远，她竟然脱胎换骨了。江南人人皆知，江家上下有祖传的胖者，所以从小到大我都被人称为肥婆。但遇到楚北萧以后，我的人生轨迹似乎有了许多改变。只是梦醒时分，曲终人散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直到他下山了。本王下山是为退婚，令千金值得更好良配，本王无意耽误。摄政王府亦会给江家相应的补偿。王爷三思啊，您得先看眼我家苑苑，您现在退婚，肠子都要悔青的。哎，就是，王爷，你要不要先看一眼？就一眼，我家苑苑如今可是全江南最娇软动人的小女娘呢。这种婚事，本王必须。小女子江志苑，见过摄政王。方才听说你要退婚。渊源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可你竟然就是江志远。摄政王，方才您不是亲口所言要退婚吗？我江志远应下了，从今往后我与你毫无瓜葛。小姐，王爷已在雨中站了一夜了，露水寒重，要不然……本小姐可不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，当初是他亲口说与我绝无可能，看不上我。如今命运弄人，我成了他的正牌未婚妻，他倒是急匆匆退婚，明明之前与那宋家女却能虚以委蛇，这道理我想不通。楚北萧，快请大夫！王爷忧思过甚，五脏俱损，更有一种古怪毒性深入骨髓，如今已经导致他成了木僵。老夫惭愧，实在不知是何其毒，只怕他时日无多矣，会在梦中沉沉死去。怎么可能？一定会有办法治好的。不对，他可是神医大人呢，他定是早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。唉，就知道硬扛。你们这爱情的小破船还得是本世子我来开，不然沉底喽。小娘子，楚北萧身上的蛊毒是他那好父皇和皇帝联手下的套，无药可解，发作起来会痛不欲生。他当初对你冷言冷语，赶你走，是怕耽误你，想让你在他死后能安心过日子。只是啊，结果呢，把自己折磨成这副德行，离死就差临门一脚。还有啊，本世子再告诉你，原来不是不爱，而是不敢爱。楚北萧，你听好了，你从阎王手中抢回我的命，我也要从阎王手上
回你的命。陛下，北境急报，北陵大军连破3关，已直逼渭水，边关告急呀！陛下，国库早已空虚，实在拿不出半分军饷了呀！陛下，朝中无将可派呀，昔日唯有摄政王能退北陵之兵，可近来听说王爷抱恙在身。吵什么？没军饷就去加税啊！裴将军，你们这些文武百官，谁去不行？别耽误朕的选秀。陛下，有人敲响了天鼓，是一女子，自称江南将士，有退敌之策，要面圣。民女江之苑叩见陛下，江南江家掌控江南漕运、盐乙、粮食，愿为朝廷提供军饷，解边关燃眉之急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快拟旨！陛下莫急，江家倾尽家财，亦有一不情之请。民女听闻宫中有一味珍稀药材，名为龙骨髓，可克制天下奇毒，恳请陛下赐药，救治此战唯一有望击退北陵之人摄政王楚北萧。他若康复，必能替陛下扫平边患，永绝后顾之忧。胡闹！宫中何来此物？若无此药，摄政王性命不保，则北境必失。北境若失，敌军长驱直入，届时陛下觉得这酒池肉林还能享得几日？是区区一味药材重要，还是陛下的江山社稷安乐窝更重要？准了，朕赐药。傻丫头，楚北萧，这个骗子，你终于醒了！你用江家基业换我性命，不值得。值得，这江山需要你，而我也需要你。后来，楚北萧在太医调理下迅速康复，重披战甲，而我则坐镇江家，以惊人财力和手腕筹措军饷粮草。江家的商队也成了大军最坚实的后盾。最终，圣朝大军势如破竹，大胜北陵，换来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。不就打了场胜仗？好个功高盖主的摄政王！去拟旨，就说他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，给朕就地格杀。皇帝，这江山，这百姓，在你眼中究竟算什么？楚北萧，你竟敢执剑入宫，你想造反？朕的御林卫呢？怎么又没来护驾啊？本王曾念及手足之情，对你留存仁义，可换来的却是你步步杀机，你早已不配为君。翌日，皇帝遇刺的消息传遍朝野，竟无人哀痛，百官反而如释重负。明君与昏主，谁值得追随？人心自有衡量。之后，百官跪请，万民上书，楚北萧顺应天命，登基为帝，而我亦在他的真心之下放下心结，嫁与他为后。缘分之线百转千回，终究将我们紧紧相连。曾经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婚约，竟成了此生最珍贵的归宿。月月，遇见你之前，我活着只为完成任务，等待死亡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想为你和孩子们摊享人间岁长。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和人间欢喜。哎呀，羞羞，爹爹又亲娘亲了。唉，看来今天的桃花酥又要甜的齁嗓子啦。